大家好，前面打算依照环境规划来进行种植环境修整了。在此之前呢，直接来看被突袭的意外本来前院整理是要从此处下手了，逐一进行净空虽然保利龙箱旁的杂草已经清除干净了，但是晒干保利龙箱内的土壤的过程呢，却一直受到雨水的干扰另外一个没有注意又有人先下手为强在内部种起了萝卜前院重整的过程呢，也就只能转由最上游出发对于处理大量的杂草呢，有个堆放拔起的杂草空间效率可以改善不少而若是想要做出无毒的种植环境呢，手工除草这件事是很难逃避的劳务了。选择从上游出发的原因呢，是因为雨水都从院子上方往下流动由上往下整理呢，会是比较有效率的做法若是先由下游做起呢，还没有清理完很容易清理过的位置呢，又快速长出杂草虽然过程说是在除草但是降低杂草再长出的数量呢，才是目标所以除草的过程呢，尽量将草籽也一起清理掉之外呢，对于可以清除的土壤也一并清除了。这样可以降低长草的机会之外呢，就算长出杂草因为土壤层不厚了，也可以很轻松拔起了。将外围长在水泥缝隙不好清除的杂草处理掉之后呢，这内部存土壤的位置因为土壤松软就可以快速非常多一旁的铁桶虽然已经锈蚀但是用来养土或是暂时拿来堆放杂草呢，依旧是非常好用由于最近天气依然没有非常稳定前阵子呢，也都是用来改善种植环境为主最近换季种植与育苗的进度呢，则是加速进行目前已经有10多种新的菜色进行中在后院拿取挖土工具的时间就顺道再看一下长江豆后期的做法。豆科植物呢，因为带有固氮作用就算不施氮肥叶片也很容易长得过于旺盛在豆科植物后期时呢，除了要剔除叶片之外比较省事的方式是直接将一些枝条修剪掉让它保持通风降温之外呢，也可以减少病害不用担心叶片过少这样做呢，每天依旧也是可以采收一大把而棚上的苦瓜呢，已经进入盛产期除了要进行套袋之外呢，水分的补充也非常重要回到前院进行铁桶利用前呢，先把一旁的杂草拔除一下由于上方已经是单纯的土壤拔草过程就会快速许多而这铁桶虽然有点破旧但是在家庭种植上呢，能用则用的观念很重要这不只是因为克难的原因因为您不使用它呢，就变成得处理它所以呢，尽可能的利用感觉还是比较省事一点这拿来堆置割除的杂草进行堆肥呢，或是做种植上的基土培养还是非常好用由于铁桶下方已经有了破洞若不围堵起来呢，日后草籽很容易又会发酵。平时下方田地设置堆草槽时呢，是采用先挖个洞进行堆置杂草而这桶子就可以改成地面上的堆置方式现在顺道将一旁排水沟槽的土壤呢清理起来，当作挡土再将一旁看似闲置的瓦片覆盖上去除了可以避免土壤流失外呢，这也可以转化成养分土
当然呢，这也可以避免长草哈。这之后另外再实做一遍哈，控制引粪位置的方法了。而这样清理完呢，沟槽里的土壤顺道清除后，日后也不容易再长草了。清出的土壤呢，还可以让它变成引粪土哈。影片至此呢，铁桶的功用配合工序的安排哈，就可以就近将附近给清理干净。一旁的七里香呢，正在开花中哈，就暂时不进行修剪了。对于家庭种植上有个强烈建议啊，整理种植空间前呢，先思考一下工序哈，可以省时省力不少啊。接着下一步，在增加种植的空间与浇水的效率前啊，来看一下哈，这邻人收养的小黑犬呢，第一次吃甘蔗竟然可以这么老练啊！木瓜树下的甘蔗渣呢，也是故意摆放在这个位置哈。用途以前的影片曾经说过了，就不赘述了。至于种植空间没有杂草，就算很厉害的啦，也就别太计较要清理的多干净了哈。虽然边坡下方的种植空间大很多哈，但夏天多雨时呢，却容易造成土壤湿黏啊，不好使用哈。上方这土壤其实养得还不错啦，光看这蚯蚓可以长到这么长就可以知道哈。不过呢，它也很幸运啊，这么长的身躯呢，竟然可以逃过一劫哈。现在增加比较干旱位置的种植区呢，除了是平衡干湿土壤的空间哈，这在比较阴凉的位置呢，也可以提早与延长秋冬作物的种植时间呐。当然也是调整明年种植空间上的安排哈。而现在挖出沟槽的位置呢，则是日后浇水的位置哈，这样可以让水充分发挥效应哈，慢慢渗下去土壤外呢，边坡独立出来的位置呢，若是没有狗会踩踏哦，这用来种植洋葱啊、青葱等喜欢干旱的作物哈，都会是不错的选择了。而若是没有铁桶可以辅助修整环境呢，又是该如何处理呢？有待下回揭晓啊。暂时先附上已经修整完成的进度了，但是有土司有狗哈，意外马上就来了。谢谢收看。